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9月21号。昨天晚上美联储没有意外是停止了加息，但是鲍威尔是称不排除有可能会再一次加息。不过我的观点，比特币的价格依旧强势哦。虽然最近美元是一直在往上涨，那不然今天视频来讨论一下，比特币多方的力量会不会继续扩大战果，包括日线的 RSI 指标的形态。比特币如果要继续涨，还有没有高点？或者是日线以及4个小时的技术形态，今天来做一个重点的探讨。如果你喜欢本视频，帮我们点赞、订阅、加小铃铛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留意我们 Discord 群，上面有我10多年经验写出的程序交易信号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推演啊，上一次这一根崩盘也是在 25K 附近或者 26K 附近，希望朋友们如果真的还有资金，我是选择在做多。不过前面在高点的时候也是有错误过，因为也是跟大家判断。我的观点看比特币有没有可能压回，就是你高点的位置不能再去做期货的多单，因为它是在上涨波段的高位。但是跌到 25K、26K 白给我们这么多的空间， 25K、26K 有做对的单子，到现在还是一样尽量报波段啊。那至于短期这个位置为什么停顿，或者是多方力量有没有可能继续扩大战果，我们首先观察一下 K 线的形态啊。就这一根 K 线它是收了一个上影线，不过后面第二根又攻上去，感觉收盘也没有突破这个趋势的压力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上一次 32K 高点到这一个 30K 的高点，它这边还有一个趋势线是压在这边。那我的观点是它能不能突破，关键在这2天要突破必须马上突破，如果这2天不突破，那我的观点我们要注意一点啊，要防一点，有可能它就是在这个位置类似横盘震荡。然后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2天之内必须要赶快往上突破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前面这个3根就整理了3个，然后现在上去了2个，最理想的情况3天整理或者4天整理，第5天就必须赶快要给我往上突破。不突破，那我的观点我们要留意，有可能大家在这边还是继续在震荡。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为什么这个位置感觉会有一点停顿啊，就是上面还有一条60的均线压在头上，你要突破要赶快啊，在2到3天左右必须要赶快往上突破。还有这个超级趋势指标，如果真的要突破也必须要赶快往上突破。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裸 K 的形态啊，昨天这一根 K 线收的感觉有一点不太漂亮，就是它昨天有打出一个低点，下影线是超过这个实体的2倍，所以感觉有一点像是一根吊人线的 K 线。但是我的观点，它空间也不是在上涨非常高的波段高位出的这种 K 线，有可能只是上涨的一个中段出这种 K 线。那这2天也要观察一下价格，现在是在这个影线里面来波动，所以大概率你在2天左右必须要赶快往上突破，不突破有可能这个位置就是震荡整理啊。而且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特币日线的 KD 指标，还有机会哦，就是2天左右或者3天必须要赶快上去，不上去明显的观察这个白色的 K 值又回到80下方。那我们要留意在这2天左右它如果不上去，你要防它有没有可能死叉，死叉也是非常重要的买点，因为现在价格还是在这个20MA 上方。当时在这个区间有跟大家讲，你要买比特币都还来得及，包括当时在这个区间突破的时候，其实最近群里面的程序也是有通知一些做多的信号。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日线的 MACD 指标，因为目前的 MACD 它也是在穿0轴，所以真的有压回来，也是希望朋友们你去留意一下有几个支撑位啊。昨天这个低点大约是在 26.8K 附近，也是很强的一个支撑。或者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哈根 IC 指标，当时在这一根突破的时候就有跟大家讲，价格已经站上哈根 IC， 它这个哈根 IC 应该是要转绿啊，所以像这些低点或者这个低点就是在 26.1K， 支撑也是非常的强。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日线的 RSI 指标，它上涨还会不会有高点的空间啊？我们首先看一下就这一个短线的波段，它目前 RSI 指标的值这个高点大约是在60附近啊。那我们去回顾之前的几个高点的位置，比如说 25K 涨到31或者 32K 的高位， RSI 指标是接近70附近，它这个位置开始有一点风险，或者是有一个波段的回撤，
包括之前在3月份的几个上涨的高位 ，RSI 指标也是来到70或者这个高点70附近，有可能到时候就不能去追。所以短线就这2-3天，必须要给我往上突破，不突破，那我的观点它有可能还在这个区间，我们要留意它有没有可能在这边继续洗盘，或者是后面它要继续往上突破，还是说有没有可能挖坑的位置然后再往上突破。我们要留意这个 RSI 指标下一步如果来到70附近，有可能预示的风险。所以操作是这样子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在这根崩盘的时候，一天的时间来到 25K， 当时这个 RSI 指标也是破天荒的来到非常低的一个区间啊，这个位置是在20附近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这个 RSI 指标有见过这么低的一个数值吗？就这个位置在20附近啊，然后 FTX 交易所崩盘的时候也是在30下方接近20几附近啊，所以当时 25K 的这个低点坚定的希望朋友们唱多，我们就以反向的心理来交易，别人在恐慌或者是市场在超卖的时候 RSI 指标也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哦，很明显的观察就是非常非常超卖的这个区间，或者是 FTX 交易所崩盘的这个位置也是很超卖的整个区间，包括当时在2022年的6月份从这个位置开始希望朋友们 20K 下方要开始去抄底，就是这个 RSI 指标也是非常非常超买，在日线里面接近20，它的数值是在20啊，要买就是买在无人问津的地方，然后你要卖就是卖在人声鼎沸的高位。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历史上有几个大崩盘的低点，像这种低点它也是会有波段的上涨啊，所以像这种超卖的区间，包括2021年的5月份这种超卖的区间都是很重要的买点的位置，以及当年疫情恐慌危机崩盘的这个低点，它这个 RSI 是15啊，20下方该买还是要买。所以买到现在，我的观点 RSI 指标目前还是在60啊，有没有可能这边只是震荡到位，到时候会不会往上突破？当然有没有挖坑的位置你要防哦。不过我的观点 RSI 指标其实目前就是在60到50附近，相信未来上涨，等到高点的位置如果有看到 RSI 指标接近70或者接近80的高点，到时候我们要小心，你就不要进场随便去乱追，有可能当时市场就是非常非常超买的区间，就类似这种高点的位置，就是非常超买的高位，而且是在波段的高位、波段的高位、波段的高位，到时候就不要去乱追啊。目前 25K 涨到 27K， 最多也就涨了 10% 左右，所以希望朋友们有压回来，你还想再做多，给我站在买方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